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很多人私讯我能不能出个视频，直截了当的教大家如何鉴定银元真假，出一些词边介绍银元铸造过程，看完后还是不懂鉴定钱币啊。那么这一次的视频，我直接教会你看低仿银元的真假吧，花几分钟时间让你提升鉴定能力到30年前最顶尖的钱币鉴定专家哦。首先介绍钱币的基铸痕迹。用机器铸造钱币是一种金属铸造工艺，特点是利用模具将金属施压，使空白银胚受到模具压力下撞击后，金属会从中心点往外流动，像液体一样撞到了此边模具后又流回来。我们从侧面的角度看，金属这样流来流去，在钱币的表面上就会有细致的铸痕，使得光源照射时，经过这些铸痕朝着不同的方向折射出来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车轮光，也叫圆光，在表面上转动。实际上金属皱褶有点像地层一样，越往底下铸痕就越粗，所以银元经过流通时，表皮铸痕被磨损后，下方越粗糙的铸痕就会显露出来，这时视觉上的转光强度就会削弱，直到磨损到没有车轮光为止。这些铸痕也很容易被洗银水、氯溴各种腐蚀性较强的给腐蚀，用放大镜观察也能多少感受到底板铸痕的毛细孔变大，所以底板上的铸痕产生了车轮光。还有哪些地方有铸痕呢？大家把高温的银子想象成粘土，受到较硬材质的钢模加压而塑形。金属与粘土唯一的不同是金属的斜切面会有拉丝线，比较明显的就是齿边的内齿，被内齿膜刮出的拉丝线。找找身边任何金属上的伤痕，用放大镜看受到撞击的摩擦处也都有拉丝线，所以银元上凸起的图文与底板之间也有拉丝线哦。毕竟也是斜切面嘛，一个平整的空白银胚硬生生被带有图案的模具塑形成有凹有凸的面，这些斜切面应该有拉丝线才对。我们把银元这些部分放大观察一下，这些拉丝线非常的细小，有的很短，有的很明显。影片看到这里都能看懂的朋友，恭喜你，你的鉴定程度已经是30年前专家们的程度了，也已经能看懂市面上所有低仿假币了。因为这些低仿假币和过去的假币技术一样，都没有刚刚长篇大论讲的基铸痕迹，这些假币都是翻砂制作的哦，也就是像制作古代古钱一样的技术，将调好的银料注入一个假币模具中，冷却后取出，再把注入孔磨平。这时这枚假币根本没有受到模具的撞击，所以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拉丝线，甚至看到假币上有很多坑洼的洞，也就是金属液体被注入模具后，金属在里面无法达到100%的饱和度，所以就会有很多小洞。有像欸，这虽然是看起来做的差的翻砂板，不过基本上是有达到目的了，因为你看这个面看起来就是翻砂的那个样子，坑坑巴巴的。造假者因为成本的考量，通常不会用真的银子下去翻砂，所以老一辈的专家教看真假，都说用吹的、用敲的听声音，主要是听是不是银子做的而已。像我每次的片头一样，这声音是用真银元敲出来的声音哦，目的是想让币场的粉丝能记住这个声音，方便以后的鉴定能力。对于鉴定高仿钱币，以后我们再慢慢加深内容，方法肯定也与观察基铸痕迹脱不了关系哦。好的，专家们，本次的内容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